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呢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梁哥，天天聊天。今天呢是1月21号星期天啊，那我们呢就来聊聊最近呢新加坡前交通部长易华人的贪污案啊，因为这个案件呢最近在中文的各个媒体吧，就是比较火的。那么由于呢这个新加坡它是世界清廉指数排名呢最高的国家之一啊，我记得应该是排在前5、前6样子啊。那么它的官员呢，他的收入呢之高呢，它也是在世界前列的。像部长级别啊，他的收入都要超过100多万新元以上。那么这种模式呢，在这个新加坡呢称为高薪养廉，对吧？就是说我付给高官高收入，那么你们就不要再贪污了，对吧？那么1986年11月呢，新加坡当时的这个国家发展部长叫郑光远，他呢被指控呢接受营建商贿赂100万新元。这个人呢，他是李光耀多年的好朋友。那么这个事发以后呢，他也向就是李光耀呢求情。当时这个100万新元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对吧？但是呢，这个李光耀呢，他呢就拒绝跟他见面。然后呢，这个人他就自杀了。他的家人呢，他也请求李光耀就不要公布这件事情。但是李光耀呢，却依然按照这个规定公开处理。那么这个郑章远呢，他以其生前呢，他也写了这个忏悔信，对吧？他现在还放在新加坡的这个贪污调查局的展览厅里面。那么说起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呢，这个西方的什么学者呀、专家呀，对吧？教授他们总是要说新加坡呢是一个一党独大，对吧？威权他们呢认为呢，就是如果没有多党的轮流执政，没有完全的开放新闻的自由，对吧？就不会有这个真正的廉洁反正就是西方的那一整套吧。但是这个新加坡呢，它确实其实很少发生贪污腐败的案件那么加上呢，它这个完善的这种福利的措施呢，它的人均的 GDP 收入呢又一直在世界前列跟这个发达国家差不多。所以呢，这也是大家就是没办法去说它的这个原因，对吧？它呢也算是一个政治就是体制上的一个奇迹吧。所以呢这次呢这个易华人呢，他这个案子呢对于就是现在这个新加坡的政府还有执政党来讲呢，是产生很大的压力的这个案子它出现的时间呢，也是非常的敏感。它呢是在这个现任总理，对吧？李显龙要进行交接给第4代的这个团队黄循财所以呢，就是外界会有许多个眼睛就盯着这件事情看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对吧？那我们看看这个媒体现在都怎么说。纽约时报1月19号发表标题为新加坡政府高官被控贪腐，清廉国家形象蒙尘它里面说交通部长易华人周一呢正式被控受贿，包括了接受了1次私人飞机出行，以及在英国观看音乐剧《汉密尔顿》和足球比赛的票子至周四出庭申辩无罪时呢，他已经辞去了职务新加坡的清正廉洁向来为人所称道，但近几个月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乃至整个国家的清誉呢，已经被多桩丑闻玷污那么台湾的几个媒体像什么环宇新闻，对吧？几个月呢前也发布了新闻为标题为新加坡高薪养廉失灵，部长议长丑闻连环爆的内容。应该来说呢这个外界的这种质疑和批评，对吧？你就看这些新闻吧，还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么当然了，内部对吧？像新加坡国内老百姓还有反对党，对吧？
他也会有这样的这种压力和质疑吧，是吧？那么这个易华仁啊，这个交通部的前部长，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头呢？看有关资料啊，他呢1962年生啊，1987年呢他就参加了政府工作了。他曾经呢在内政部、教育部、贸工部啊多个部门服务，然后呢担任淡马锡控股董事经理。97年以后呢，他开始步入政坛。06年呢当贸工部政务部长，11年呢当总理公署部长，兼职内政部及贸工部第二部长。15年呢出任贸工部长，工业接掌与内部经济重组有关的职务。18年呢出任通讯及新闻部长，21年呢调任掌管交通部。这个人啊，他的这个简历啊是非常的怎么说，就资历深厚的，对吧？他27年为政府工作。这个新加坡一共大概有10几个部门，他部长呢他就做了1/3。那么这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呢，从1959年执政到现在，已经连续执政了65年。他呢也有差不多接近一半的时间，对吧？就在这个政府里面工作。那么他到底贪污了什么呢？我也看了一下，主要呢是他让一个富豪叫王明星的，为他买单了4季酒店的一个费用，住宿的费用。然后呢，他也乘坐了搭乘了他的这个私人飞机，还有呢就是支付了回新加坡的一个商务舱的一个费用。还有呢就是新加坡举行这个 F1方程式赛车的50张不同等级的门票，13场的国外舞台剧的就像什么汉密尔顿的这种门票，5场足球赛的门票，加起来呢一共是384000新元。那这个王明星又是谁呢？这个王明星呢，他是一个本地的大富豪酒店和地产大亨。他1946年呢出生在马来西亚的霹雳州，4岁呢就移民到了新加坡，然后呢他到英国留学。1980年呢联合创办了旅店置业那么他以7200万元呢收购了希尔顿酒店。2007年呢成功的将世界1级方程赛比赛 F1 呢引进到新加坡。他创办的新加坡赛车公司负责本地的 F1 的赛事的管理和运营那么根据福布斯的排行，对吧？他和妻子Christine Wang 2023年呢9月的净资产呢达到17亿美元，差不多在22.4亿新元。那么在新加坡的富豪排行榜呢，他排名第24位。那么从就是公开的资料显示呢，他们2个人呢应该是多年的这个交往了，对吧？最少有10几20年左右吧，对吧？那么如果按照纯粹的就是贪污的这个金额来讲呢，这么多年呢，目前就看到38万新元，就它应该也不算是一个特别巨大的金额，对吧？但是呢，这个易华仁他呢算是一个新加坡的高官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人物，对吧？那么他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呢，牵连到这个党，对吧？会不会牵连出其他的人？他拿了这些票，他自己肯定也看不完，对吧？他也不可能拿到什么二手平台去卖掉，对吧？那么有可能是会送人。那么这个票到底是不是送人？送了哪些人？这些人会不会受到牵连？那么总体来讲呢，就这样的一个案件呢，他对这个执政党的、对这个政府的信用呢，就是它产生了这样的一种伤害，对吧？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富豪王明星排在新加坡的这个排名是24的。那他这个人呢，应该在新加坡也是影响力非常巨大的，对吧？因为他都78岁快80岁了。
那么现在对他呢，也就是调查啊，会不会调查到哪一步？这个对新加坡啊，这个商业投资这一块，对吧？这种透明度啊，或者信用上呢，会不会也会带来一些就负面的这个影响，对吧？那么目前呢，这个易华人呢，他呢是完全就是否认了这些对他的指控。他呢给现任的这个总理李显龙写信他说呢，我拒绝接受有关指控，坚持呢自己是清白的我呢要辞职退党，并且呢我也归还呢就是调查期间我领的这个薪金。那么李显龙收到了信以后呢，也给予了回信那么李显龙说，我已经收到了你在2024年1月16号发的这个辞职信，我接受你辞去内阁部长职务和退出人民行动党。我知道你也已经辞任西海岸集选区的国会议员我也收到你2024年1月17日发来的后续信件，知悉你决定退还自2023年7月贪污调查局展开调查以来所有的部长薪金和国会议员津贴。我对于你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政坛感到失望和难过，但我必须严格遵照法律处理这类事件，这是正确的做法。我们必须维护党和政府的诚信，相信你能够理解这么做的重要性。新加坡人的期望同样如此。这样的看下来呢，就是这个易华人呢，他就是净身出户，对吧？退党退出政府，退出职务，并且呢，他也就是交还了他就是被调查开始的拿的这个薪水对吧？那么态度上来讲，他还是比较端正的那么这个易华人呢，他同时他现在聘请呢这个新加坡顶尖的律师文达星来进行这个辩护。这个文达星呢，他是66岁，他曾经呢也是人民行动党的党员，他呢也代表李光耀和李显龙多次打赢了一些诽谤的案子。那么这两天呢，这个黄循财他呢也公开发言了，他说无论政治代价多大，政府在反贪污上不能闪烁，不能对贪污妥协。易华人被控呢不会影响政治接班。那么他这个态度的这种表达上来讲呢应该说就是不会偏袒的，对吧？不会包庇的绝对会那个一查到底的，对吧？那么新加坡的民众呢觉得这个案子就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为什么查了那么久了，对吧？就接近1年了嘛，是吧？还没有那个水落石出嘛，是吧？那民众呢，肯定主要担心就是这种贪污腐败呢如果不得到应有的惩罚，对吧？这口子一开会有许多这种不公平的这种事情出现。对于就是说新加坡的政府呢，执政党呢曾经这种自豪，对吧？还有这种公信力呢，它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呢，这个案子呢，应该来说方方面面呢会调查的非常的仔细，对吧？应该就是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不可能就放过一个坏人，对吧？但是呢，同样来讲呢，他也不能错怪了一个好人，对吧？并且呢，这个执政党他肯定也要考虑就是媒体或者一些其他的，对吧？这种抹黑的放大的这种效应，对吧？肯定要考虑把各种这种最坏的影响呢降得比较低一点，让马上就是要这种迎来的这个权力交接呢能够平稳顺利的过渡，对吧？那我个人的观点呢，我觉得就是说再好的制度呢，对吧？这个制度总是死的，人呢总是活的。如果说人要挑战制度呢，总是能想得出这种各种各样的办法，对吧？这个事情呢，
就算是真的，对吧？那它也是这么多年啊出现的一个个例，而且现在呢，它也没有就是确定是有罪，对吧？那如果说呢，他真的如果说啊，就是有罪的话呢，我感觉他也不会去写信给李显龙，是吧？所以呢，或许呢，这当中呢，会有一些这种我们不知道的这种隐情，是吧？因为按照易华人他这样的高官在这个政府里面几十年了，身居这种高官，就收入吧，这么多年也有几千万，对吧？如果说他真的要贪污呢，他怎么会去贪污一些什么门票什么酒店住宿、飞机票，对吧？像这种票呢，有可能很多就是什么免费观看的这种内部票，对吧？有的人家会专门印一些，有的就盖个章，对吧？有的就规定编号，比如说你说第1号到第10号是给什么邀请嘉宾或者说这种类似的，对吧？会不会是以这种就是工作过去这种方式呢出现了什么问题，对吧？而且这种票呢，其实你说它有多少价值，它过期了它就没有任何的价值你放在这种炒卖这种票的黄牛里面去卖，又可以翻好几倍，对吧？所以这种事情呢，在有些国家吧，对吧？这种案例呢就不好说的以前又是有个什么地方有一个高官，他拿那个信用卡就刷自己的卡去买机票，然后呢去报销，然后呢就有人就举报他说他是为了骗什么信用卡的积分，就不用那个就是正常的钱去买机票，对吧？这种呢往往就是被放大了就是这种放大镜来看，对吧？找毛病嘛，是吧？好吧，总之呢，我们还是就是要看看接下来呢，具体就会怎么样发展这个事情，好吧？我们这个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呢就留下呢大家的看法我这个呢也是我的一家之言，对吧？不代表就是特别的准确，好吗？谢谢大家观看。